你好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小超，你现在收看的是《天下文章》节目，内容来自网络上流行的热门文章。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来自社交媒体。习近平不懂世界。一位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向法国《世界报》袒露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以为无所不知，但根本不了解世界，才会和几乎所有国家起冲突。路透。一位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向法国《世界报》袒露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以为无所不知，但根本不了解世界，才会和几乎所有国家起冲突。他认为中国军事侵略难以达成，美国有办法快速介入。《世界报》Le Monde 北京特派记者勒梅特 Frédéric Lemaitre 在4日刊登的文章中专访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。报道说，这位学者虽经常接受中国媒体采访，却大多拒绝外媒访问。这次他和《世界报》记者会面，也只以非正式且不具名的形式。他的发言突破中国越来越压迫的保守框架，透露部分知识分子的真正心声。问及美中关系时，这位学者深信中国不会向美国开战，因为我们的领导阶层，也就是国家最有钱的那群人，把他们的钱，包括情妇在内的一部分家属，都安置在美国，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勇气放弃这些好处。他对习近平没有太大好感，并严肃评论说，他就跟前美国总统川普一样，以为无所不知，不需要任何人。但他不了解世界，自掌权以来，他成功的和所有西方国家以及大部分的亚洲国家起冲突。虽然这位学者是统一台湾为正当目标，但也认为中国军事入侵不太可能达成。无论台湾地位为何，台湾海峡有一部分属于国际海域。中国海军侵略将会阻挡日本和韩国，甚至中东国家的船只通行。另外，在韩国、日本、菲律宾都有驻扎基地的美国有方法快速介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遗憾表示，风险仍然存在，因为习近平想要比毛泽东更伟大，并收回台湾。这位学者对美国衰退的官方论述也不买单，这没那么简单。社会与种族不平等及丧失部分道德高地让美国倒退。他们在无法打造国际共识，但从财富、军备、研究与发展而言，美国仍是超级强权。在他看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因低估美国而犯下分析错误。美国从阿富汗撤退后，普京自认可以放胆入侵乌克兰，他尝试且失败了。连芬兰、瑞典这样的中立国都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， 这对俄国来说是个挫败。他分析，若普京失败，其继位者可能会更靠近美国，而中国将陷入孤立。尽管仍属推测，但这位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习近平已经输了这一局。学者说，习近平有3大优先要务：打击贪腐，带来国家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中国梦，以及一带一路。他说，习近平掌权10年后，中国贪腐并未消失，9亿人口月收入不及人民币2000元的状况让中国梦毫无意义。斯里兰卡、马来西亚与巴基斯坦等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内的精英腐败，也让中国变得不受欢迎。最后，这位知名的研究员总结，中国和美国一样，同时在进步与退步。科技层面上，中国是超级强权，但在言论自由与政治局势上，我们甚至正在退回到文化大革命。《世界报》写道，这位学者只能代表自己，但是他的言论确实揭露了一位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声音的沮丧之情。以上是今天天下文章节目。天下文章来自网络流行文章，我们尽可能注明来源，如有遗漏，请在节目区留言告知。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有任何人不同意播报你的作品，亦请告知。我是郑小超，谢谢观看。